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吧。好。今晚谢谢你。这话很暧昧，这话真的很暧昧。谢啥呢？不是我就是帮他转个快递，我什么都没干啊。那你生了这干嘛？不是，我不是怕你生气吗？你有问题。这个代入感已经很生气了，是不是？女生看了应该完全不能接受吧？完全不能接受。而且他解释的很苍白。那男生能接受吗？男生能理解男生说你怎么无理取闹这句话吗？就是看完以后完全无法狡辩的。无法狡辩是。你有没有在跟这个女朋友交往的时候，手机里跟前任就是还有联系？会有。你看。我觉得男生跟女生角度真的很不一样。男生说我又没做什么，女生就会说非要做什么吗？我曾经碰过我一个哥们，让他把他前女友给删了，他也删了。可是前2天我发现他加回来了。这个男朋友就说，我只是觉得这是个礼貌，我从来不删任何人的，我就是这样的个性。那你为什么不愿意为了我的开心，舍弃掉你个性里的这个部分呢？那我为什么要让你开心，舍弃掉我一直做事的原则呢？然后听起来两边都很有道理。我蛮建议就是你要跟男生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说出你内心真实的感受。你不要说你为什么要把他加回来，你想干嘛？就你一副已经捉到什么的话，那他会直接真的就炸了，就觉得我没有怎么样。我觉得有一个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语气放慢。女生在表达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慢下来的，把你内心真正的需求告诉对方，就是非暴力沟通，你知道吗？你一定要跟他说，我知道你没有做什么，我就是没有安全感。我要这么跟你说，你会怎么样？删，马上删。你看，可以不吵架的嘛。所以我是比较赞成，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就是结束了，然后他也有女朋友，你就头也不回的走了吧，没有意义了。你像个阴影一样 shadow。躲在他们2个的中间，而他们并不知道，还踩过了你的影子。何必呢？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影片喽。分手后会留前任送给你的东西吗？丢掉。我想问一下，如果是送你个 Switch， 你也会丢掉吗？卖掉。来扔啊！必须扔掉。来扔啊！必须扔掉。那万一是金戒指呢？那天有个很多。看价值。如果是这样子，那么很便宜的话，直接扔掉；真贵的话，直接便宜。会留，但是我希望对方不要留。为什么？因为我之前见到对方就是一个玩偶，然后上面是我的照片。应该是就是印了你头像的那个玩偶，你把它丢掉吧，万一流浪汉捡到了，不太好，你把它烧了又不会吉利。我估计现在已经被他的现任拿来扎娃娃。你现在留着的，你觉得就是真的不会扔，甚至有可能一辈子不会扔的东西是什么？他的博士论文他出版了之后，然后他把论文送了我一本。如果是论文，我也会舍不得丢。对，因为那个是真的有很多心血在里面。你呢？我一般前任送的东西我都不会丢。如果你的女朋友也留有她跟那个男生送给她，比如说2个人的照片啊什么这些相框，不要拿出来就好了。OK。我的意思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当然不生气啊。但如果他也看到你的盒子，你也看到他的盒子呢？大概率可能会吵一架。你看吧，真是的，双标。你收到最值钱的是什么？收到一把吉他。那你为什么会留着？就对于我们玩乐器的人来说，觉得乐器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东西。如果前任送了吉他，你的确不像其他那些东西那么好叫他丢。但如果是我会说，我知道那个吉他是你前女友送你的，那让你丢掉有点可惜。那这样好了，你最后弹他一次，唱首歌给我听，然后把它送给谁，好不好？这也是个好方法。男生只要再碰过一次啊，他会更下得了决心。但他如果放在那里，跟他说送人，一直不让碰，他下不了那个决心的。我会让他跟那个回忆待在一起，画一个句号。对。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趣啊。然后我自己呢，是我们搬家在收东西的时候，因为我发现有他前任送他的一些东西，然后我想了一下，我就直接把它装盒子就收起来，一起带到新房子去了。我也有留着，曾经我非常爱的那段时光里面，我的一只诺基亚手机，并不是说我跟对方有什么样的怀念。而
而是我真的觉得那段时光是不能再回来，那里有我的青春在里面。那有点像你去看电影，你经历了一场喜怒哀乐，你拿了一张电影票，但是这个故事已经过去了。所以当时我也选择不丢掉我所爱的人的那些东西，是因为那就是他可能20岁的青春，他现在已经跟我在一起了嘛，然后我们也拥有我们的家庭了。所以我也不觉得那会是一些威胁，我也不需要他跟我在一起之后，他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都没有办法被保存下来。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影片喽。应该不可能。不会，以后再也不会再在一起了。他当时就是冷战的时候，让我已经感觉心冷下来了。我自己反正是绝对不会接受的。之前有一个前任来找我复合，突然在那个软件上加我嘛。然后呢，就继续跟我分享他的生活，但是我就很明确的跟他说清楚了这个事儿，就再也没有坚持了。哦，所以男生还是会加回来，但加回来并不是要复合。那前任如果找你复合呢？很多年以后吧，就大家如果在偶然的机会再遇到了，在那个瞬间我们重新爱上彼此，那种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为了再续前缘，我觉得就算了吧。我身边曾经有过这样的女朋友，这个前任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中间出了状况，当时我的女朋友是不能接受的，就分开了。分开之后呢，过了2个月，跟我说，我记得他家里还有我买电视机。我说，所以呢，我要搬回去了。然后你就觉得，哎呀，我说了这么多你前任的坏话，这个完蛋了。可是我后来有问他，我说为什么你还会跟前任复合呢？他都伤害你了。他说，我就是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啊。就很多人会跟前任复合，是因为他对下一任他没有想象空间，在这个时间段，2个人不够成熟，分手了，然后各自去谈各自的爱情，突然又发现说，再回来又有一些不可取代的东西又重复了。就是好的爱情真的是2个成熟的人经历过了很多事情，找到了2个人相处的根。这个根就是我要跟他好好的过一辈子。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你现在有现任的话，你不管前任伤你有多么的深，你要把在这里面你所犯的错成长起来，然后把你最大的爱交给现任。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喜欢用我爱你这3个字，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以爱为名的我爱你。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世界只能有我的这段影片吧。那穿这手晒坏了，晒得更好。好看吗？见了学妹还用保证的用吗？平时不也这样？我们马上就要领证了，你和别的男人这么亲密，你对得起我吗，刘小姐？你干嘛啊？哪有？有不要在里的，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男生最常用这句话是：我这么爱你，为什么你不相信我？其实侵略性很强，有一些是累积式的。你看刚刚每一个小片段看起来都挺甜蜜的，但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很可怕。这个已经到了一种控制的状态，对方查你们的手机查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让你删你手机里的男孩女孩，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有的请举手。什么？我来讲一下我当时为什么让秦先生删手机里的号码。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我们已经确定了对方的感情的话呢，我们可能要让别人知道说，我们已经有一个对象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尊重嘛。然后我说，所以你自己也要跟这些女孩做个交代。但是我没有叫他删掉哈，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命令，那种命令呢，他可以删了，他不能有3个号吗？没有用的。你真的要让一个人去做到你想做的，其实是要用尊重跟沟通，让他理解这个行为真正的意义，而不是指定。所以我认为比较好的这种所谓占有欲上的沟通方式，是要让对方跟你之间达成一个共识的，而不能一味的拿手指着对方说，有控制欲到这种程度一定要收，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段。这个我真的没想到过，真的都是很福尔摩斯啊！你们有被这样细节放大查岗过吗？没有，我手机都没有密码的。男人交岗，女人不查岗，自动报备的那种。对，自动报备型。我能理解查岗的心情啊，因为毕竟可能一整天没见了，你挺想他的。但是我不太赞成你挺想他，最后延伸到他在干嘛，跟谁在一起，为什么？
就我不太建议大家把自己的这个情绪放大。我还是认为成年人的交往里面，信任到最后可能比爱重要。因为爱真的热情慢慢就是会消失，这个相信不仅仅是他的行为举止，同时也是这个人的人品。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不要把情感最后走向那个极端。我跟秦先生在一起8年，我其实都不知道他手机的密码。真的假的？我不知道。银行卡账号总知道吧？也不知道，我就不管。我不管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我对我有强大的信任感啊，我觉得那个谁辜负了我都是他的这个损失。对。第二个要管也真管不过来，但第三个的确可以在这个摇篮里把它扼杀掉，但这个摇篮呢是2个人日常生活里的沟通。从恋爱开始，我建议大家就要有一个谈判过程。我希望结婚以后，2个人慢慢交往以后，哪些事情能让我有安全感，哪些什么都是用讨论出来的。我们来看下一段喽。3年了，你这个差不了10块钱，完了我本来存了这1晚上9，1个小时没给我拿1根花。我怕打扰你啊。男生喝多了就觉得女生不查岗，觉得他不爱他了，懂吗？我就比较委屈嘛。所以其实查岗也是关心的一种形式。不，查岗是查岗，关心是关心，这2件事不要混为一谈。查岗是我不相信你，所以我想知道你在哪里。关心是我想知道你在做什么，今天顺不顺利，开不开心。一个是行为举止上的，一个是这个情感上的，2件事不一样。你觉得什么样子是控制欲，什么样是关心？控制呢是，我希望他要按照我的方式去做；关心呢是我关心他想要以什么方式去做。学到了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呢，我赞成一半，不赞成一半，因为你认为控制是我要你用我的方式，但话又说回来，你爱的是我，你为什么不用我的方式来爱我呢？所以我觉得查岗跟控制呢有2个不同的概念。查岗就是你24小时脑子里都想着这个人在做什么，除了他跟谁在一起之外，你根本不关心他工作累不累，顺不顺利，没有任何的关心，你只想知道他有没有对不起你，你所有的目标都是集中在背叛。但是关心是你所有的目标心里在想的都是好吗？吃饭没有？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你心里浮出一个心理感受的时候，你可以先立刻明确，我是在怀疑他，还是我是在关心他。比如说他真的骗了你，比如说今天他们本来说要去打球，结果后来去了 KTV， 然后不小心被你发现了，一定不要气冲冲说你为什么骗我，你要直接先说，你们刚刚说要去打球，是不是玩得很开心，所以下去唱歌了呀？先给对方台阶下。他骗你，他会不知道他骗你吗？那如果他没骗你，说对啊，老婆，我们刚到，正准备跟你说呢，你来不来啊？还好没吵架，是吧？所以有些事情呢，要过一下，把你的控制欲过一下，就变成了关心；把你的控制欲过一下，就变成拿捏得死死的。所以拿捏、跟控制、跟关心这3件事情，都要就是想得明明白白。刚刚的蛋糕特别好吃，对不对？这个蛋糕，咱们今天 AA 哈。好。突如其来。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聊一下 AA 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影片吧。那我就去结账了。一共是400块钱，你转我200。好。2杯8宝浓茶，我的多加1点山楂。你这个多加了1份山楂，你得给我转10块。哇！我是个男的，这我真的不可以。我有个同事，他们就是 AA 的，他们就是结婚之后为了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是这种1瓶酱油值得 AA 吗？对，就是这种事情。舍不得跟没有能力是2件事情。刚刚那个我觉得太斤斤计较了。那如果这个男生或者这个女生是有困难的时候，可以提前先说。你不要用这种细细微微的你自己没有感觉到的一个物质价值观去东搓一下西搓一下。就是我先生的朋友啊，他们恋爱的时候，然后男孩女孩把自己打工挣来的钱就丢到抽屉里去，
然后一块儿用。建议大家也可以比较年轻的恋爱对象的时候呢，共同账户，放一个共同账户。最后要讲一下 AA 制不是大问题啊，斤斤计较才是问题。AA 其实代表的并不是平分这个概念这么简单，我觉得 AA 可能更多的是两个人能力共通，大家愿意在一起互相往前走，所以拿出了差不多分量的能力出来，这样表示我们对这个感情的一致性。如果什么东西都把现实摆得这么称斤称两的时候，什么都过不下去。对，咱们不提倡 AA， 就提倡共享。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视频呗。感情不需要钱，但是生活需要。他会想送我手机，想送我鞋，就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太贵重了。因为我自己平时像鞋子破了，我不舍得去买衣服，我也不会去买新的。我跟我爸妈要饭钱，一餐是20块钱为标准，他去外面吃饭是几百块钱为标准。然后他想吃火锅，我没办法，我身上只有50是最多的了。他说没关系，我帮你出。我说也不太行，他就委屈他自己去吃便宜的。其实我会很不舒服，因为这种差异实在是太大了。感情不需要钱，但是生活需要。感情不差钱，生活就差钱。对，但是这个男孩会跟这个女生有距离或者有压力。哎，我觉得这个还是会有的。我有一个很好的闺蜜啊，然后她就是那个男孩呢，就比她不会赚钱，然后她呢就是还是希望去吃最好的餐厅，因为喜欢打卡嘛。但是男生真的负担不起，后来分手了。我那女朋友是无所谓的，但那男朋友呢，就渐渐开始觉得说，如果我没有能力挣到这么多，那我一直这样花你的钱，我有压力，我必须要先让我挣到这么多的钱，在生活上跟你是匹配的。然后那女生说没关系，我可以等。那男生说我现在24小时都要工作，我要拼，我能过这样的生活，你受不了，因为你觉得我又不跟你去玩，又不跟你干嘛，不能陪伴。所以讲的你有没有发现不是钱，是达到那个标准的时候你要付出的时间，时间也是一种精力。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影片吧。这是我老公，在一起8年，我们感情很好。这些年吵架唯一的原因就是钱，甚至因为天壤地别的消费观，多次差点离婚。恋爱的时候，他就剪掉了我6张信用卡；结婚之后，美容卡、美甲卡、美发卡都不能办。我买的衣服、鞋、包都要藏在公司。有了孩子，矛盾升级，给孩子买玩具吵一架，给孩子买早教课吵一架，带孩子出去旅游还要吵一架。现在我已经变成了说谎大王，为了避免吵架，买来的东西都要谎称是别人送的。我老公的消费观是绝对不花明天的钱，我不明白为什么老钱爷会把2个这么极端的人捏在了一起。我好爱他，但我也吵得好心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觉得它里面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精准，他其实自己已经知道了，他把2个特别极端的人捏到了一起，都是配好的，一方特别会花，另外一方就特别舍不得花，是这样子。对，不可能2个都能花的，2个都能花就除非真的很能赚，就是2个人的这个消费观可能都来自于家庭，从恋爱到进入婚姻之后就发现了不一样。那怎么克服呢？我有个建议啊，首先2个人坐下来谈，什么是今天的钱，什么是明天的钱，哪些钱是2个人可以作为婚姻经营的。那婚姻经营的部分就包括浪漫的那个部分，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孩子出去旅行也是让孩子长见识的，所以也包含在浪漫的那个部分。然后把实际放大，把浪漫缩小，但是不要完全没有浪漫。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讨论的。然后这样子也不会影响到先生对存钱的安全感，他会觉得我还存着呢，对吧？也没少，但是呢也满足到了孩子跟这个孩子的眼界。然后同时也满足了老婆对于一些浪漫的需求，没有要你拿出100%啊，但我觉得也不能太极端，说把明天的钱全部都花掉了，大家都做一点调整。就是姐姐，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其实不太知道，因为就是怎么去判定我和我另一半我们的消费观是一致的，一时的考核是没有用的，你依然要看到他跟你在很多世界观上是不是一样的，而且要是具象的，对，非常具象的观念。比如说你平常去哪些餐厅吃饭，你带我去你最喜欢的餐厅吃饭，去了哪里之后他对什么东西所产生的满足感。像我就这个蛋糕我就能拍照拍半天，可见你很容易满足我，
你懂吗？你可能带个小蛋糕回家，我就会觉得蛋糕怎么长那么漂亮，我要跟他拍照，不好吃也没关系，就先好看再说。就你就会知道他很容易被小事情满足，所以你要从他真正的生活里面非常底色的事情去了解他。另外就是，如果你对着不会享受，像刚刚那个其中有一个影片看起来就是不会享受的，不要试图改变他，因为他被养成一个不会享受，可能跟他家庭生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看，两个人要找到一个共同点啊，他真的是要从生活的底色开始的，而底色里面，钱是两个人底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色彩。对，所以两个人要对于这个共同要生活下去的价值观要达到一个共识。恋人们的季节又来临喽，其实应该说是商家的季节吧。你知道每次生日最先祝福我的都是品牌。我们来看一下影片吧。7、8礼物，这那个牌子就砸地上，跟那个音乐盒一样。这个是什么？我那个29.9是看不到的。这个还可以啊，这个还可以啊，就这样子，这个很可以啦，这个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哎，这个我会高兴哎。可不可以跟我说一下你们收到的7、8礼物？我收过，我是96年出生的，送我那一年报纸发生了什么事情。牛！我知道一个很奇葩的礼物，下次我可以推荐给浩哥，让他送给你。就是非洲地区有一帮人，他专门承接那个，对，他找一排黑人，然后录一个视频说伊能静，祝你生日快乐。这挺奇葩的。那你收过他送你最棒的礼物，你觉得是什么？拿不出手了，也没有电脑吗？我可以分享一个，我想这么久，我可以分享一个我送他最棒的礼物。当时是我给他做了一本书，然后里面的就是那个文字、图片、排版都是我弄的。我弄了可能大概1个多月，我感觉我送的时候我都快哭了，因为我的努力，但是他就是没有。你看最后你在感动你自己。就是我觉得送礼物里面有几件事，第一个，对方不知道你的辛苦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你做了哪些细节。你看，我给你打开这个链接，我要一张一张放进去，做了1个月，然后他会觉得哦，这是有时间投入的。然后接下来你说，我为什么选这些照片放在这里，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做了什么，他就会对那个物品注入感情。因为你要知道，女生是很容易跟东西有情感，但男人还是喜欢人的。男生还是喜欢有可以接触、可以摸得到的东西。所以你要让男生有参与感。对，你要让他有参与感。我建议送礼物开始不要惯坏彼此就是这个 level 不要一开始就定。就你真的不要一开始就是什么包，然后名牌鞋子，就什么什么这些，我是不太赞成。我赞成循序渐进，因为不然的话，你分手的时候你会想，我真想要回来，我瞎了眼了，对吧？循序渐进并不是说，我有我不给他。而是两个人要慢慢进入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体系里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视频吧。我的妈呀！这不挺难吧？这些我都收到过。你都收到过？我有一次情人节的时候，我说你没有送我他，我送了你空气。我觉得送礼物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可能也要给对方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的能力渐渐增长。可是如果你的能力增长，他的礼物依然不变，那我是觉得要想一想，不是说他抠不抠，是他的生活的价值观、仪式感是不是跟你完全不一样。你也不要把那种一开始送你很牛的礼物当成他一辈子都会这么送，也有很多人前面送的很好，后面真的到或结婚的时候啥都舍不得你花。我觉得送礼物首先第一个仪式感最重要，像刚刚那个板砖，你看我们都记住了，它也有它可爱的仪式感，但这个板砖下面如果是一叠钱，那就更好了，对吧？或者接下来还送了一朵花，
那你就会觉得他又幽默又可爱，这不就加分了吗？一年因为送礼物的时间很多嘛，又有七夕，又有情人节，又有520。男生如果觉得疲于奔命的话，也有一个办法，就直接跟女朋友说，我把这几个节日的礼物集中起来，选一个大的。你直接挑一个大的你喜欢的，我陪你去买。所以我觉得送礼物是可以讨论的，你们有你们最适合的送礼方式。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视频吧。我更渴望收到，房子啊、车啊。你看，男生就真的很可能还是红包吧。你看钱，收红包最实在、最省事儿一点。对，篮球鞋吧，我喜欢打篮球。你看篮球、包包吧。正常收到礼物，如果不是自己喜欢的话，或者不是自己中意的话，然后就会跟他说，这次礼物很喜欢，但是还有一个更喜欢的，希望对吧？暗示一下，就大概这样子。就是既然恋爱了嘛，刚开始肯定送你什么你都喜欢的，小星星啊、干花什么都没问题，恋爱期间嘛。但慢慢这个恋爱激情过后，可能进入柴米油盐的生活里面，会希望收到更实际的东西。另外，我觉得不要超过对方能力的范围之内的东西，不要强人所难，何必呢？为难他就是为难你。